本期视频您将看到闹钟失灵、良心票价、惊险碰头、疯狂超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早上5点28分，欢迎来到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维克站。今天我们将从这里乘坐美铁111次列车前往费城，而这次的运转差点就失败了，因为我的闹钟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把我吵醒。还好我住的离火车站不远，跑起来不用10分钟，于是便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在一阵疯狂的奔跑后，我甚至比列车还早地来到了站台上。几分钟后，我们的列车终于进站了。这是由美铁担当的111次列车，本屋是由西门子生产的 ACS64 型机车，后面是巴德公司生产的 M-Fleet 客运车厢。111次列车稍早从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出发，沿着美国的东北走廊一路南下，最终目的地是华盛顿联合车站。当然，我们在沿途的费城30街车站就会下车了。上车后不久，111次列车离开新布朗斯维克站，前方我们的列车将停靠 Princeton Junction 及普林斯顿枢纽站 Trenton 及特伦顿站，之后将一站直达 Philadelphia 30th Street， 也就是费城30街车站。我坐的位置2个面对面座椅是紧挨着的，一直不懂这样的设计，连我一个人坐都没什么空间了，怎么可能2个人面对面坐？趁着列车高速飞驰的时间，说说为什么选择这么早的列车。如果你上美铁网站搜索新布朗斯维克前往费城的列车班次，你会发现早上7点58分和下午5点05分的车次的车票分别要61美元和129美元，而凌晨5点30分和晚上10点46分的班次则分别仅需5美元和15美元。当然，美铁实行的是浮动的票价，所以你查询到的票价可能跟我查到的不一样，但是在凌晨和深夜出发的班次票价还是普遍要更低。而我运转的这班111次从新布朗斯维克到费城总共85公里的距离，票价是10美元。虽然没有碰到我剪视频时查询到的5美元票价，但依旧是非常良心了。10分钟后，我们来到 Princeton Junction 普林斯顿枢纽站，对，就是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个普林斯顿。不过由于东北走廊不直接经过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因此要去到普林斯顿大学校内，需要从这里换乘普林斯顿支线的列车前往普林斯顿站。离开普林斯顿枢纽站大约10分钟，我们就抵达了新泽西州的首府特伦顿。这里不仅有美铁的城际客运列车，还有 New Jersey Transit、新泽西交通和 SEPTA 宾夕法尼亚东南地区交通局运营的通勤铁路服务以及 River Line 轻轨线。如果是按美铁白天那票价，我可能会乘坐新泽西交通的列车到这里换乘 SEPTA 列车前往费城，但既然薅到美铁的低价票，当然是直接美铁坐到底了。下面带大家看一下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我发现隔壁车厢带有专门为残障人士准备的轮椅区域，而这个区域旁边的座椅在没有轮椅的情况下空间相当大，于是过于兴奋的我
特伦顿之后，我们的列车将一站直达费城，所以我们又进入了一段疯狂飙车的路段。很快我们就来到费城的外围区，看着隔壁高速正在经历早高峰的大堵车，而我们的列车正在飞速前进，真的很爽。很快我们的列车也减速了，这也意味着很快就到费城30街车站了，本次的火车之旅也将告一段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费城30街车站。我们的旅程结束了，而111次列车将继续南下，前往它的终点站华盛顿联合车站。顺带聊聊我这一次来费城的目的。原因就是费城都会区巴士、地铁、有轨电车、通勤铁路的主要运营者 SEPTA，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宾夕法尼亚东南交通局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将于8月开始砍服务，并在9月上调票价，而在明年1月会有更大规模的服务降级。多条巴士服务将停运、缩线或减班，地铁服务将减班，5条通勤铁路线将停运，多条有轨电车线路将由巴士取代，全网的所有服务将于晚上9点结束。这对于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费城居民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这一次下来费城是为了参加当地一个公共交通倡导组织举行的活动，我们将在晚高峰在费城市中心的通勤铁路车站对乘客进行游说，呼吁他们联系他们的民意代表，促进宾夕法尼亚州通过一项能够填补财政缺口的法律，以维持现有的服务。至于我返程的运转，原本是也要录 vlog 的，因为也是买到了$10的美铁车票，但是当天晚上有大暴雨，东北走廊晚点非常严重，晚上8点多的车延迟到快凌晨1点，导致我无心录视频了，就只录了个进站。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个关注，一键3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哦。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啦，拜拜。